大家好，这里是百味厨娘。今天我准备了300克糯米，已经提前1个晚上泡好了，像这样用手轻轻一捏就烂的状态就可以了。控干水分，放到滤布里，开大火直接蒸熟。用筷子戳一戳，这样好上气，更容易蒸熟。30分钟左右就蒸好了。再准备一串紫皮葡萄，少加一点面粉，再倒上适量的清水。面粉可以吸附杂质，这样会把葡萄洗得干净一些。用面粉洗过之后，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。买葡萄时最好选择颜色比较深的葡萄。洗干净以后，用小刀在葡萄的顶端十字交叉划一下，这样好去葡萄皮。把葡萄皮一颗一颗的去掉，不要心急。果肉可以直接吃，咱们只用到果皮。去掉的葡萄皮直接放入煮锅里面，开大火烧开。把葡萄皮里面的颜色煮出来就行了。然后用滤网把它过滤出来。过滤好之后自然放凉。糯米蒸熟就行了，不要蒸得太软烂。取出来放到一个干净无油的大盆里，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自然冷却。盖上盖子放在一边。葡萄水放凉之后，加入1克的酒曲，300克糯米加1克酒曲就差不多了。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入放置常温的糯米里。再用一个干净的勺子把它压瓷实。再用一双干净的筷子中间戳一个洞，全程一点都不要碰到食用油和生水。多盖上2层保鲜膜，放在温暖的地方发酵1天1夜就行了。温度越高，发酵越快。看一看，颜色还带一点葡萄皮的淡紫色。喝的时候可以用漏勺把它过滤一下，放入冰箱冷藏一下，喝的时候更美味。剩下的可以做酒酿蛋花汤、酒酿小汤圆。发酵好之后就可以转移到干净的瓶子里，放入冰箱。这样可以一直发酵保存，3、4天都不会坏。这样做的米酒，就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喝。喜欢的话就试试吧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这里是百味厨娘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